2026年5月，韩国星巴克推出了一场活动，名字叫做 Taink Day。原本看起来就只是很普通的限量商品活动，军事风格保温杯、迷彩元素，再搭配一些帅气宣传照，第一眼看上去，很多人甚至还觉得这设计好像蛮酷的。结果谁也没想到，短短几个小时后，整个韩国网络直接炸开，韩国社群平台开始疯狂洗版，有人气到直接剪掉会员卡，有人拍影片把杯子摔碎，有人冲进官方留言区狂刷负评，甚至还有韩国网友说，这根本是今年最离谱的公关灾难。还有人说，到底是哪个人敢批准这企划？而真正让韩国人愤怒的，其实根本不是那个杯子，而是活动日期。因为这场活动刚好碰上韩国非常敏感的一天，5月18日。很多外国人看到这里时，第一反应可能会是，不就是一个日期吗？那一年，韩国社会气氛非常混乱，街头抗议越来越多，很多学生走上街头，很多年轻人开始要求社会改变。而后来，南韩光州这座城市发生了大规模冲突。很多韩国人至今都还记得当年的新闻画面，整座城市充满恐惧。而518这一天，后来也慢慢变成韩国非常重要的历史记忆。因为他们想到的根本不是什么军事风格，而是当年的街头、当年的军队，以及那段很多韩国人至今仍然无法忘记的历史。更夸张的是，这次宣传文案里还出现了一个字，Zack，就是东西放到桌上的拟声词。原本星巴克可能只是想营造一种帅气放下保温杯的感觉，但韩国网友看到后，情绪直接再度爆炸，因为很多人立刻联想到另一段历史事件。韩国民主化过程中，曾经有学生在警察调查期间死亡，而当时警方对外的说法就是只是啪的碰一下桌子而已。所以当 Taink、518、Zack 这几个元素突然同时出现时，很多韩国网友开始觉得这已经不是普通巧合，甚至有人怀疑这企划团队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碰什么。后来事情越烧越大，韩国媒体开始全面报道，大量网友跑到社群平台留言，有人要求官方正式道歉，有人要求相关高层下台，甚至还有人直接发起抵制。而最夸张的是，有韩国网友拍影片，直接把星巴克会员卡剪成2半，还有人把杯子丢到地上砸碎。整个韩国网络几乎都在讨论这件事。很多外国人看到这新闻时，其实都非常惊讶，因为在其他国家，这可能只是普通的军事风格商品，甚至有人会觉得，这不就是保温杯吗？很多韩国人从小就知道这段历史，每年5月，韩国也都会有纪念活动，有人会去献花，有人会默哀，有人会重新谈起那段过去。因为对很多韩国家庭来说，那不是课本上的历史，而是真正发生过的事情。很多韩国人认为，如果没有当年的民主运动，今天的韩国可能不会变成现在这样。所以这次事件真正踩到的，其实不是政治，而是韩国人的集体记忆。这也是现在很多国际品牌最容易忽略的一件事。很多公司会认为全世界都能套用同一种行销方式，但事实不是，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、自己的敏感点、自己的伤口，而有些东西即使过了几十年，依然不能被轻易碰触。因为对某些人来说，
那不是过去，而是直到今天都还留在心里的伤口。所以这次韩国星巴克事件，表面上看起来像是一场普通的行销翻车，但更深层的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。当商业碰上历史，界限到底在哪里？而真正让韩国人愤怒的，或许从来不是一个杯子，而是有人忘记了5·18那天到底发生过什么。